公元1211年，成吉思汗49岁，开始了对金历时12年的讨伐战争。将士们伤亡很多，就是攻不下他们的城墙。去！大汗，你看。 我们的马根本上不了他们的城墙，有多大的劲儿也使不上。你们等着看，我就是要让我们的战马上他们的城墙。高一点，快点！ 他们冲上
大汗，您看，从这里往前的路上，草丛里全撒满了这种东西，战马不能前进了。什么东西？是铁蒺藜。谁守福州？胡沙虎。傅汗，这是什么战法？这叫懦夫战法，他是被我们吓坏了。把铁蒺藜捡起来，留着。做什么？铁蒺藜能扎伤我们的马，也能扎伤金兵的马。绕道前进，攻下福州城。西京留守胡沙虎接旨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西京留守胡沙虎出师无虑，不战先退，贪生怕死，丧军失地，其罪当诛。责令胡沙虎镇守福州，戴罪立功。若再有闪失，两罪并罚，定斩不赦。万岁万万岁！快扔！快扔！快扔！傅汗，福州城的城墙比单州城的还要高，还要厚，是不是填了土再上？不成，这里不像塞外，取土困难。可是，这么强攻，伤亡太大了。得想办法把敌人引出来。胡沙虎会那么听话吗？那就看你们败得像不像了。好，我明白了，多带。冲！
年1211年7月，蒙古10万铁骑分兵3路进攻金。成吉思汗与少子拖雷一路连下昌州、善州、福州，哲别、耶律阿海一路奇袭乌岳营，占领乌沙堡。朱赤、察合台、窝阔台一路攻占了云内、东胜等地。同年8月，成吉思汗包围今西京大同，守将胡沙虎不战而逃，西京陷落，使今朝野震惊。列祖列宗，蒙古人杀来了，还不到1个月，连下我大金北疆的数十个州县，西京也失守了。朝野上下人心惶惶，有的是降军败将，缺的是为国忠良啊！当年无往不胜的女真铁骑不复存在了，当年如完颜吴珠那样的英明统帅没有了，让我拿什么去阻挡铁木真的进攻啊？列祖列宗啊！皇上，上京留守涂善义率兵2万入卫中都来了。涂善义，此人是女真状元，颖悟绝伦，他率兵入卫，定有退兵良策。列祖列宗显灵了！完颜尚书，快让涂善义到后宫来见。遵旨。臣涂善义护驾来迟，请皇上恕罪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呀，蒙古人今年2月起兵，越过了大漠阴山，汪古部早就投降了铁木真。靖州变成了蒙古人驻下的牧场啊！我们的边防官员竟毫无所闻。等10万蒙古人每个人带着4、5匹膘肥体壮的战马打过来的时候，那些锦衣玉食的将军们只知道逃跑啊！至今西京留守胡沙虎不知去向。涂善义，你能替寡人往狂澜于既岛，扶大厦之将倾吗？皇上，刚才臣向完颜成辉尚书右丞相说过，我大金精兵100余万，而铁木真不过10万之众，无论如何不应该出现目前的局面呢？是啊，朕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。你说究竟是为什么呢？这个铁木真很会用兵，圣上请想，自开战以来，我们的100万大军是分散在无数城池防守，比以聚攻散，少数就变成了多数，而我们以散御聚，从多数反而变成了少数，于是被蒙古人个个击破，怎么能够不败呢？对，有道理。哎呀，你这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呀！涂善义，皇上，朕封你为丞相，替朕图谋退敌之策。谢主隆恩。起来吧，快说，我们应该怎么样退敌？臣兵30万于野狐岭，15万于宣德以为策应，以铁木真决战。好。令完颜九金为帅，完颜万奴为监军，定薛为先锋，赶赴野狐岭。完颜胡沙驻守宣德，随时为完颜九金之后继。朕要以45万大军，一举歼灭鞑靼人。遵旨。军师，
离野狐岭还有多少路程？不远了，就在前面。元帅，铁木真新破了福州，正在分配缴获的财物。木马于山立之下，戒备松弛，消息闭塞。我们可以出其不意地派一支骑兵偷袭，定可重创鞑靼人，对野狐岭决战将大有好处啊！不，铁木真很狡诈，这也许是他的诱兵之计。我可不上这个当。明安将军，元帅，末将在。你出使过蒙古部，我派你再去一趟，问问铁木真他为什么要无端兴兵，以下犯上。小于他皇恩浩荡，不究既往，迷途知返，早早退兵，否则我天兵一到，玉石俱焚。是，且慢。元帅，兵者诡道也。我军刚刚出师就派使者前往，岂不等于向敌人通报我军的意图吗？万万去不得呀！我完颜九斤是堂堂的大清元帅，不是鼠窃狗偷之辈。明安将军，你去吧。是。当着的阙学军在，快去查看一下，是什么人惹怒了长生天？走，走。怎么回事啊？纳牙将军，是这个人在河里洗了衣服。是多代，有证据吗？啊，就是这件衣服。多代，你不知道成吉思汗的大扎萨令吗？知道。哦不，我不知道衣服脏了为什么不许洗。我在中原经常在河里洗衣服。混账！看你把长生天都惹怒了。胡丞相，你是段事官，你来处置吧。多代，你听着，大扎萨令规定，不准在河里洗涤衣物，不许把尿撒在河里或者燃烧过的灰烬上，严禁跨火、跨桌子、跨碟子。由此惹怒长生天，引来雷霆者，处死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多代，你还有什么话可留下的？将军，我，你是怕死鬼？不，我不怕死，我只是觉得死的不值。把他夹起来，有营之后砍头。此人流水洗衣，惹怒天庭，违反法令，代加有营，杀一儆百，斩首示众。大汗，大汗！伟大的成吉思汗，我死而无憾。我只有一个请求，把我这个黑头暂时留下来，编入死尸八路营，每一仗都让我冲在最前面，直到战死。吴丞相，你看可以通融吗？凡犯有死罪之人，可罚入八路营3次或4次，有功则可免其死罪。那就把他编入八路营吧。谢谢大汗，谢谢大汗了。大汗，您对他太宽容了。我一看到他脖子上的木枷，想起了好多事情。留下他吧。一个戴过木枷的人，也许会成为杀敌英雄。大汗，那个叫明安的金大将他又来了。那呀，还诸将领，今当之内接见京使臣。是。我乃京使臣，论理你铁木真给我下跪才是。你怎么了？啊，不过我看你等还不甚开化，也就不计较了。跪下！跪下！给我跪下！笑什么？我们元帅完颜九斤，你可知道？不知道，是他的头有9斤，还是生下来的时候有9斤呢？孤陋寡闻。我们完颜九斤元帅乃常胜将军，今领大军30万进驻野狐岭，要和你们决一死战。完颜胡沙，你可知道？是让我的先锋者别和耶律阿海从乌沙堡打跑的那个完颜胡沙吗？
此人倒是久闻大名啊。他领兵15万，准备在宣德策应。我们45万精锐等在野狐岭和你们决战。怎么样？害怕了吧？快准备好马鞍子，逃跑吧！你在撒谎！我本来不想告诉你这些军事秘密，可我们完颜九斤元帅说，他乃堂堂大元帅，不是鼠窃狗偷之君。铁木真，京如果比作大海，你们不过一局细沙；大京的100年根基，你们是动摇不了的。小子太狂傲了，宰了他，让他带人头祭旗。宰了他！我们的金沙不进，就要填平你们的大海。就是填平你们的大海。宰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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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他拉出去！听着，把锅里食物倒掉，一刻也不要耽搁。全军轻装奔袭野狐岭，趁完颜九斤立足未稳，部署不及，同他决战，一刻也不能耽搁，快去执行。是。把这小子先给我扣起来，让完颜九斤慢慢等着他回营交令吧。哼！来人，在！明安兄，别来无恙啊！哼，我已经承你们阶下囚了，还什么别来无恙啊？明安兄，你我同是契丹人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你这次出使蒙古，根本不是替女真人来效力，你是怕女真人败得不快，败得不惨。公平地说，经丞相涂善义集中优势兵力与蒙古军决战的建议，无疑是最明智的战略决策。可是由于用人不当，本来对成吉思汗十分不利的形势发生了逆转，一场决定意志、智慧与力量的较量在野狐岭展开了。泱泱大京，大兵像海水一样多，我们真成了一局细沙了。大汗，晋军有45万，我军才10万。大汗，非冒死力战不能取胜。好，今天我不是躺在野狐岭，让后人替我报仇，就是越过野狐岭，让后人永远记住我的名字。元帅，站在中间的那个就是铁木真。派1万骑兵上去，擒贼先擒王啊！不可，我们的优势是聚而众，再不能散而寡的被铁木真把我们各个击破。这个涂善义丞相聚而众这一招，哼，还真挺高明的。是啊，可我不上他的当。如果我向野狐岭全线出击，我们一个兵士要遇到女真人4把马刀的打击，和我的10万金戈铁马只集中打击他的10万中军，就是1对1了。再打不赢他，就怪我们是烈马缺羊，手骆驼。哼！木哈里，我的1万敢死之士八路营在哪儿？就在你身后。敌人就在对面，比我们多
4倍。他们扬言要用大海淹没我们，一举细杀。你们怕吗？不怕！今天我就要靠你们冲到对面的野狐岭上，夺过完颜九斤的帅旗，把我们的仇恨和屈辱一起洗掉。报告！哈斯尔，在，5000名先锋队打头阵。是。不怕离者别，在，各带3000名弓箭手掩护。是。正人面在。亲率1万八路军营，像钢刀一样插向敌人中军阵地。是。蒙古母亲英雄的儿子们，长生天的气力会在你们身上发挥神威。你们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，攻锋！前方关出，把敌人给我压下去！
酒来！拿马奶酒来！太祖阿骨打的后代们，你们的马刀卷刃了吗？你们的弓弦腐烂了吗？我以女真人的骄傲，常胜将军完颜无珠的名义，号召你们把帅旗夺回来！冲啊！蒙古人的生死存亡在此一战，继续跟我冲！元帅，元帅，元帅！扔下剑吧，我们的成吉思汗饶你不死。扔下剑吧，我们的成吉思汗饶你不死。从他们身上，我明白了，100年前女真人为什么会入主中原。可惜呀，这样的猛士所剩无几了。更多的是完颜胡沙和胡沙虎之辈。
大金不可一世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。现在的中原大地很快就要成为蒙古铁骑驰骋的天下了。大汗，明安带到。哎，应该说请到了。请。参见成吉思汗。啊，快行起！我把报喜的百灵鸟给关在笼子里了，对不起。哎，来，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处置这些奸民的。这不是城中的百姓吗？不错，可是他们在金兵逃跑之后，竟拿钩竿敲镐对抗我蒙古大军，那他们就是军人。哎，你们听见没有？凡是木匠、铁匠、瓦匠、小炉匠、银匠、瓷器匠、篾匠、古董匠，总之有手艺的都给我站到那边去。听见没有？我再说一遍，凡是木匠、铁匠、瓦匠，会手艺的都给我站到那边去。阿海兄，这是干什么？除了工匠送回蒙古草原之外，其余的一律杀掉。出去！快出去！快点！快点！快出去！还有没有？哎，过去。过去。主持，把明安将军拉出来的那个人叫过来。是。明安将军，把那个人带过来。走。你会什么手艺啊？明安将军既然把他从百姓堆里拉出来，一定会知道他会什么。他会用斧子劈木头，当然是木匠了。对，我是木匠。好一个木匠，把他带走吧。你到那边去。你们都说说，人生最大的乐趣是什么？振海，你以为呢？我是个商人，信足遨游，饱览天下美景奇观，流连忘返，是人生一大乐事啊。主持，你说呢？儿臣以为，在春意萌发或是秋高气爽的日子里，儿臣驾着鹰，驱着狗，纵马狂奔，满载猎物而归的时候，那会是我一生最大的乐趣。大汗，您以为呢？人生之乐，莫过于战胜曾经压迫过你、欺凌过你、蔑视过、羞辱过，却又比你强大得多的敌人，然后抢过他们的妻女，拥有他们的财物，看着他们用泪水洗面，这才是一个草原英雄最大的快乐。父汗高见。哎，还有没有会手艺的了？啊！
走，快走，走。等一等，明安将军，你有话要说吗？大汗，我想说说我对人生乐趣的看法。哦，你说吧。大宋有句名言：“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。”所以我认为，能够效命一个用长生天的气力打败敌人，又能宽容放下武器者，这样贤明的国君，是人生的一大乐趣。你的意思是我不该杀这些敌人？他们是你的敌人压迫下的百姓，他们杀了我的人，很多人。可是你杀了他们，就会有更多的百姓拿起钩竿铁尺，更多的杀你们的人。那我就再杀死他们，直到他们再不敢反抗为止。哼，经有多少人你知道吗？他们20个人换你一个蒙古人的性命，你就没有机会了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大汗，你知道，这些百姓大多是汉人和契丹人，他们并不愿意帮助女真人，只是不了解蒙古人，不了解大汗您的到来会给他们带来什么，才铤而走险。如果大汗宽恕了他们，这个消息就会1传10，10传百，也许将来您会看到百姓们自动起来，响应大汗的号召，反对金军的局面。大汗，明安的话是至理名言，请大汗三思啊！不是三思，而是要马上做出决断。他们俩都是契丹人，我想听听你这个蒙古人的意见。我想，他们的意见是对的。大汗，我也以为放了这些该杀的百姓是上策，难道我的成命是随便可以收回的吗？伯克代，你是怎么想的？父汗，塔统阿老师在给我们上课时说过，不因人而废言，能从简如流，也是帝王的英明之举。我很高兴我的孩子和将领之中有这样高明的见解。你们之中难道真没有人想过要纠正我的做法吗？我想一定会有。可是你们不敢说，不像我没有成为成吉思汗的时候大家那么随便了，不像我们一起喝班珠泥浑水的时候那样推心置腹了。我很生气。胡丞相，你去让纳牙阿放了那些百姓吧。是。你认识他们？谁呀？那个会使斧子劈木头的。不认识。那么你为什么要救他呢？我看他是个读书人。以大汗之才，您不至于为了报先祖之仇，把金皇帝也钉在木驴上吧？您将来一定可以君临天下，那么治国之才要比能工巧匠重要得多，而治国之才一定在读书人之中。明安先生，你是治国之才吗？我，嘿，我算什么？中原人才济济。可是他们肯辅佐我吗？大汗，如果真的求贤若渴，我倒可以向大汗推荐几个人。先生，请讲。一个是契丹人耶律楚材，一个是汉人郭宝玉，还有一个是方外之人，道教全真派传人丘处机。你们知道这几个人吗？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。的确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。这几位高人，我一定要得到他，全都得到他们。
丞相，完颜兄，怎么样？怀来晚了。什么？那居庸关呢？胡沙虎倒是很有决心，固守居庸关，命令士兵用铁水浇筑了城门，并在200里之内撒满了铁蒺藜，来阻止蒙古马队的前进。皇上看了胡沙虎的捷报之后，还很满意。还很满意？怎么？哼，他把自己关在铁桶里，为的是保住自己的脑袋，根本无意打击敌人。这个胡沙虎，怕死鬼！大汗，多代来了，参见成吉思汗。多代，到我的身边来。伤全都好了吗？像公牛一样健壮。好，你知不知道从这里去中都，除了居庸关，还有没有别的路好走？有的，我在这一带给主人放过羊，知道有一条小路可以绕过居庸关，通往哪里？南口。马能过去吗？窄的地方能通过一匹马。如果是夜间，你还能认出路来吗？我想能。好，你留下。乃阿，去叫穆哈里。是。多代，有了这样大的功劳，你的死罪免了，以后你就留在我的身边吧。谢大汗2次活命之恩。大汗，穆哈里，你等4节留在这里同敌人对峙。胡沙虎既然用铁水浇筑了城门，想必是不打算向你进攻了。你帐营不要撤，锅灶不要减，让胡沙虎以为他的铁蒺藜难住了我们，让他多得意几天。我带领人绕道先取紫金关和南口，然后两面围猎这只没长吃人牙、只长逃跑腿的胡沙虎。是，城存我存，城亡我亡，宁肯战死，绝不后退。城存我存，城亡我亡，宁可战死，绝不后退。走。经使臣都元帅兼平章政事完颜成辉觐见蒙古成吉思汗。元帅请起。我知道你和胡沙虎、朱虎高齐之流不同，是经为数不多的可敬重的敌人之一。请起，坐到上面来。谢大汗。谢座，请。为了议和，我3次派人去了中都。今天完颜都元帅亲临我的营地，一定是有好消息告诉我了。哈，我朝百官共议，圣上定夺，与大蒙古缔结合约，永世盟好。你们总算是有了答复。你们女真人在中原轿子坐久了，办起事来就赶不上我们骑马的痛快。事关大金江山社稷，自然要反复斟酌的。我清楚，你们一定是想，3年前你们兵马强壮，我拒绝议和；3年后你们国力虚弱，我的兵马由10万增加到数十万，反而主动议和，其中必有奸诈。哈，众说纷纭，情有可原。告诉你个秘密，我累了。女真人入主中原，灭辽打宋，我们蒙古人在草原上放牧，没有妨碍过你们。
你们的熹宗皇帝无故杀死了我们的先祖，逼迫我们臣服不算，还每3年到草原上剪钉一次，屠杀我蒙古百姓。那个魏王永济生年要趁我送岁币的时候，把我钉在木驴上，哼，真是欺人太甚，所以我才兴兵复仇。现在他愿意议和，很好，谈谈条件吧。圣上下旨，将齐国公主献与成吉思汗为妃，效法汉昭君出塞之先例，以结亲近之好。哦，永济的女儿，这可真是长生天的安排。那么，对于我的这些苦战了3年的将领们，你们想怎么样安慰他们的愤怒，抚慰他们的劳苦呢？我已带来了500童男，500童女，侍奉将士们起居洒扫，令战马3000匹，以补偿贵军军马之缺损；金帛食物100车，以供贵军路上不时之需。公事就算办妥了，咱们谈点别的吧。你看看我的将士们怎么样啊？还算骁勇强悍，不过什么？听说他们中有些人嗜杀成性，会以杀人为乐。我不要这样的屠夫。武力可以杀人，不能服人。我身边站的是耶律阿海、耶律不花，还有明安，他们都是京的官员，仰慕我的威德，望风而归的。你笑什么？我庆幸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女真人。哼，汉人、契丹人不忘国破之仇，家亡之恨，这正是你们的心腹之患呢。但愿大汗不要重蹈覆辙。好胆量，好口才。我此次进军中原，只是为了报仇雪耻，伸张正义，并没有更多的企图，故此才主动提出与你们议和。哦，大汗什么时候退兵呢？哦，我还没见到齐国公主呢。哈哈，在下立即回中都，送齐国公主来北口，与大汗完婚，之后亲自送大汗等出居庸关。哎，怎么敢劳动都元帅远道相送呢？啊不，完颜成辉受皇上重托，定要护送大汗早日出关。你是怕我不履行合约吧？哪里，大汗一言九鼎，完颜成辉是待皇上尽地主之谊而已。好吧，我倒是愿意把话说在明处。你们假如反复无常，有意践踏合约，我能容忍，我的马刀不能容忍。公元1214年春，成吉思汗审时度势，主动议和，带着齐国公主和俘获的人财物退回大草原，休养生息，等待时机。而本来可以得到喘息之机，重新振作的金国，却在接连不断地发生内讧。将军，将军，我待你不薄啊！我屡次力排众议，没有杀你，你不可恩将仇报啊！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！哎呦，将军，你听我说，哎呀，将军，哎呀，我，啊，将军，你把我放了吧，我把江山分给你一半，我求求你放了我吧！呸！你的那一半大金江山已经丢给蒙古人了，没你的份儿了。像你这样无德无能之辈再不让位，大金臣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。你要是个明白人，自己去死吧。那样，你还算是一个阿骨达的子孙。胡沙虎，你这个乱臣贼子！我悔不听涂善义的金玉良言，真是养虎遗患了。可是你胡沙虎，也不得好死。
魏王永继无道，大金将亡，我胡沙虎挽狂澜于既倒，只得逼其退位。但天下不可一日无主，我自愿受命于危难之中，暂任监国都元帅，总揽一切军国大事。你给我站起来！大金将亡，只因将帅非人。你胡沙虎屡战屡败，其罪不在魏王之下。魏王退位，你有何德何能，又有何脸面敢自任监国？哼！天子不明，将帅有志难伸，有才难展，损兵折将，全是魏王一人之过。一派胡言！你身为西京留守却不战而退，也是魏王之过；在守居庸关，又让蒙古人破关而入，直捣中都，也是魏王之过。老匹夫！自古道小过不掩大德，胡沙虎监国废除昏君，功盖天下，将流芳千古。呸！弑君谋篡，乱臣贼子，你胡沙虎只会遗臭万年。完颜无道！谁敢为魏王永继鸣冤叫屈，反对我监国，这就是下场。将他拖出午门，报时3日。承继四韩。郭宝玉的话有道理，连宋灭金。你们这次去宋朝的目的，就是要让宋朝在南边牵制金，这样我们打起金，可就容易得多了。是。大汗，我们派往宋朝的和亲使节被金扣留了。哦，金皇帝的胆子大起来了吗？金的新皇都迁到南京了。嗯，哼，有这2条就够了。我要用马刀教训教训那个金皇帝。和我成吉思汗不讲信义，是要流血的。公元1214年6月，蒙古军第2次讨伐金国，由北口进攻景州、冀州、单州、顺州等地。7月，金太子完颜守忠逃出中都。10月，木华黎进攻辽东。公元1215年正月，蒙古军破通州，逼近中都。3月，金守将完颜成辉送血书至开封，请求增援。新皇帝派文职官御史中丞李英增兵运粮，支援中都。4月，增援部队被蒙古军消灭于霸州。中都粮尽援绝，危在旦夕。快点，快走！听说完颜丞相技艺守城大事，我让人杀了一匹战马。来吧，死了也别当饿死鬼，吃。把战马都杀着吃了，还怎么出城退敌呢？嗯，什么？还出城退敌？如果说南京在此增援之前，能不让蒙古人打进城里来，那就是你我的造化了。皇上还能再派援兵吗？如果不派援兵，不用蒙古人进城，不出半个月，我们都得饿死。
自圣上和太子南迁，我就准备以死报国了。现在，就让我们死出个样子吧。你们真的要以死报国吗？我明末年尽忠，看来真的要为皇上尽忠了吧？如果皇上是个明主，倒也值得。那你是说突围逃走？只要能突围出去，自有尽忠的机会。强似在这里坐以待毙。丞相，完颜师姑说的对，逃吧。好吧，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。你们走吧。来呀！丞相，让士兵们打开四门。铁木真是不杀不抵抗的军民的。丞相，这你也去逃命吧。那您呢？我嘛，失君之路，忠君之事嘛。皇帝陛下，臣不辞危难，受命留守中都，岂料臣无旷世之才，难当监军之任。中都旦夕不保，与其低首就擒，莫如以死报国。望陛下多多保重啊！罪臣完颜成辉泣血顿首拜，贞佑3年5月2日。他喝了鸩酒，太可惜了。他是个英雄，就按女真人的礼节，厚厚安葬吧。啊，好新鲜呐！这金的皇帝倒是很会享受啊。哎，你说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呢？啊？哎，可惜啊，这金銮殿若是也像咱们的大帐，用牛能拉走就好了。就是。哎，你的头里面装的是牛脑子吗？宫殿拉不走，宫殿里面的好东西还拉不走吗？啊？我早就想好了，好东西一样也剩不下，全拉回草原去。好，把这京城里的好东西都给我运走。大汗，中都的府库都已派人看守好了，所有财物正在装车，马上运走。哦，那个耶律楚材找到了没有？啊，我派人去他府上，府上人说他不知去向。你带500人把他的府地保护好，不许任何人骚扰。是。这个耶律楚材好大的架子，他又不会打仗，要他有什么用？哎，有用没用，见着面才知道吗？对，没用，再杀他也不晚。不，他不肯为我所用，再杀了他。